叶晨的话让林婉儿不自觉的眉毛一颤，她似乎想明白了什么，但是却故意没有再问，而是将这一茬丢到脑后，笑着对叶晨说道：既然公子拿不定主意，那便由奴家来当这个家吧。说罢，他歪着脑袋思忖片刻，开口道：若是在古代，奴家肯定要换公子做夫君的，不过现在已经没人这么称谓了，而且公子与奴家办的是情侣而非夫妻，所以奴家叫公子亲爱的，公子叫奴家宝贝，怎么样？说完这话，林婉儿呼吸急促，俏脸嫣红，忐忑不安地看着叶晨，生怕他拒绝或者不满。叶晨倒是没觉得什么，装成情侣吗？连情侣装都穿了，叫的肉麻些也是正常。俩人要是情侣关系，出门直呼名字似乎也不合适。于是他便无所谓的点头说道：宝贝是吧？行，那就按这么来吧。说着，叶晨嘱咐他：那你可一定记住，千万别当着别人的面说奴家这2个字了。咱们现在是新时代，不兴这些旧称呼了，你要是在外面这么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癖好。林婉儿吐了吐舌头，不服气地说道：公子，奴家可是从旧时代一路亲历到新时代的，公子说的这些，奴家心里清楚着呢。况且奴家上百年不曾这么说过话了，也只是在公子面前如此而已。出了这个别院，奴家自会调整过来。那就好。叶晨点点头，随后看了看时间，道：时间不早了，咱们出发吧。好。林婉儿点点头，对叶晨说道：公子，出了这扇门，奴家便称呼公子为亲爱的咯。叶晨点点头，随口道：只要你不怕下面4位老人笑话，尽管叫便是了。林婉儿顿时红着脸说道：错了错了，奴家说的是。离开紫金山庄之后，叶晨无奈地摇摇头：行了，快些走吧，他们还在下面候着，估计等着跟你告别。好。林婉儿点点头，有些抱歉地说道：劳烦公子在门外稍等奴家片刻，奴家给父亲上一炷香便来。叶晨爽快答应下来，随后便一个人先出了房间。林婉儿带叶晨出门之后，便来到父亲林主鲁的灵位前，他用纤细的玉手拿起3炷香，小心地引燃，待火苗熄灭，袅袅檀香烟气升腾而起之后，才将3炷香插进香炉之中。随后跪在灵位前的蒲团上，双手合十，用极低的声音喃喃自语道：父亲，婉儿要与夫……不，婉儿入戏说错了，婉儿是要与叶公子一同回滇南了，希望您在天之灵保佑婉儿和公子平安归来，也保佑公子能够得偿所愿。言罢，他向着灵位磕了3个头，这才站起身，快步走了出来。叶晨等在院中，见林婉儿出来，便冲他微微一笑，两人一同从顶层别院走了下来。下面4位老人正猫在一层的大厅里，歪着脑袋往楼梯上看。老张见两人果真穿着情侣装出来，惊喜不已地说道：哎呀，叶先生与小姐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啊。孙之栋看着两人，不禁啧啧称奇道：老张，咱们仨人就属你跟在小姐身边最久了，这90年来，你见小姐这么笑过吗？这不就是教科书般的娇羞吗？此刻的林婉儿脸上带着少女般羞怯的笑容，走在叶晨身边，能明显看出她心情极好，余光不时偷瞄着身边的叶晨，每次都只是一眼即收，不敢久看，而且每开一眼，眉眼都要如那风吹的柳叶一般弯上一弯，当真是花容月貌，闭月羞花。可是他们3人印象中的林婉儿虽然也很爱笑，但永远是没心没肺，贪玩又霸道的那种。娇羞这2个字与林婉儿几百年都不搭嘎。现在他们终于意识到，原来小姐也有如此少女，如此羞怯的一面。
邱英山看着远处走来的林婉儿，不由满脸笑容地感叹道：小姐要是穿上婚纱或者绣荷，一定更漂亮吧？孙之栋摆摆手，一本正经地说道：不行，小姐看起来年纪还是小了。现在女孩子结婚都20多30了，小姐看着跟高中没毕业似的，穿婚纱怕是会有些违和。邱英山的老伴儿压低声音提醒道：你们3个老头子要八卦，起码也等小姐与叶先生走后再说。叶先生神通广大，若是让他听了去，还不知怎么看你们呢。邱英山连忙对另外2人道：收声收声，等小姐和叶先生走了之后再说。其他2人也都识趣地闭上嘴巴，3人装成没事人一样，眼睛在大厅里到处瞟。叶晨与林婉儿进来之后，3人才慌忙上前，与邱英山的老伴儿一起毕恭毕敬地说道：小姐好，叶先生好。林婉儿刚才娇羞的笑容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如家长一般的严肃，开口道：我与叶公子启程去一趟边南，这里就交由你们照顾，记住，任何人不得上去。邱英山不假思索地说道：小姐放心，我会把一切安排好。林婉儿点点头，旋即又看向孙之栋，淡淡道：老孙，我昨晚闲来无事，为你算了一卦，你的劫数已被叶公子破除，未来20-30年内不会有什么变数，你可以松口气了。如果燕京那边有事，你也可以放心大胆地回去办理，不必一直耗在这里。林婉儿知道孙之栋走的路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也注定了他很难拥有绝对的自主选择权。若是在外面跑得久了，说不定燕京会有人专门出来找他。孙之栋也知道自己的情况，感叹道：小姐，不瞒您说，我这辈子也算是鞠躬尽瘁了，现在年岁大了，也不想再多操心了。我老伴走得早，3个孩子也都在世界各地，一个人回燕京住那高墙之中也是无趣的很。若是您允许的话，我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也能与儿时这2位手足叙叙旧。林婉儿沉思片刻，点头说道：留在这也未尝不可。先这样吧，你自己合理安排，我便不操你的心了。孙之栋恭敬地拱手说道：小姐不必为我操心，还是尽快与叶先生去忙正事吧。林婉儿微微点头，对4人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与叶公子就先走了。4人连忙将2人送到院子，见叶晨与林婉儿一左一右坐进车里，目睹他们驱车下了山，这才算是放下心来。车里，叶晨专注开车，而一旁的林婉儿不知怎的又红了脸。他余光看看叶晨，看看窗外，犹豫再三，才羞答答地问他：亲爱的，我们多久能到机场？叶晨随口道：1小时。林婉儿不禁气鼓鼓地问他：公子难道不该叫奴家宝贝吗？叶晨咳嗽2声，问他：这里也没别人，真要这么叫吗？林婉儿委屈道：奴家先前与公子说好了的。叶晨立刻一本正经地说道：好好，信守承诺。说罢，他调整了一下，开口道：宝贝，我们半小时到机场。林婉儿羞答答的甜甜一笑，乐道：知道了，谢谢亲爱的。心满意足的林婉儿不禁瞥见叶晨握着方向盘的左手，好奇地问：亲爱的，你出门没带我送你的戒指吗？叶晨随口道：带它干嘛呢？那戒指认的主人是你父亲，也不是我。我跟你一起出门，遇到危险他还是会把我传送到你面前。万一真遇到吴飞燕，那岂不是让他卡了个把，怎么都飞不出他的五指山嘛？怕是还白白让他得了那枚戒指，与其这样，还不如别戴。说着，叶晨又道：吴飞燕做梦都想要你那枚戒指，我们不把它带在身边，就算真被吴飞燕抓住了，也有点资本跟他谈条件。林婉儿点头说道：
还是亲爱的你考虑更全面，我就没想过这一点。半小时后，两人抵达机场。叶晨将车停好，刚下车，林婉儿便上前一步，主动挽住了叶晨的胳膊，显得十分亲密。叶晨微微一怔，还没说话，一旁的林婉儿便道：情侣之间应该都是这样挽着的吧？叶晨明白他是在与自己乔装情侣，便点头说道：应该是吧。林婉儿不禁笑道：那一会儿登机的时候，为了不让机组怀疑，是不是也要挽着你？叶晨点头道：没问题，你看着来就好。说着，叶晨掏出手机来看了看，付费版的飞行软件上能够清晰看到吴飞燕那架飞机已经飞越了新西兰，距离墨尔本已经很近了。叶晨一边被林婉儿挽着，一边看着手机低声说道：吴飞燕的飞机已经下高度了，看来肯定要在墨尔本降落一下，补给燃油，全程至少也要1个小时。咱们估计差不多跟他同时起飞，考虑到他要先去缅甸，所以咱们得时间很充沛到甚至能边玩边赶路。林婉儿微微点头，感叹道：我很多年没回去了，到了滇南，一切就听你的安排。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